這个草场先把它放在路口，放在这兒了以後，我們需要為這個學校去拉圍牆啊。先不着急啊，我們先把這個學校的招生問題給解決了。大姐夫區小學、中學一體化，然後我們再找到這個 CSU2 的道路啊，圍繞下方的單行道呢，我們先增加一條主幹道，然後通過這裡再把它連接一下。那麼這個學校的縱深，我們想一下啊，應該需要在路口不遠的位置再增加一個路口啊。然後呢，操場已經有了，再為他們增加幾個籃球場了、足球場一些小型的建築，把它稍微錯亂一點，這樣放置差不多了。電源先不着急連接，這兩個地方現在放置了以後，感覺它挨得太近了，還需要把其中一個向上方挪動一點點，讓它稍微錯開一點啊，有那麼一點錯亂的感覺。然後再放置教學樓的話，我們就需要把社會上的道路給延過來，但這個入口該從哪兒切啊？從這兒吧。左邊的道路延伸到這兒了以後，我們去和十字路口去連接，已經對不上了，所以我們可以把它連接在這兒，然後兩個路口也不能挨得太近，就不讓它增加路口了。這個位置先為它安排幾個教學樓的宿舍。由於訂閱的房子比較多啊，現在比較接近宿舍的也比較多一點。比如說，我們通過這個位置呢，先放置兩個吧。教學樓的後方呢，為他們增加學校的停車位，1、2、3，三個差不多了。學校正門就先不安排了，這個位置先不着急啊，一會兒再為它種樹。我們是種樹小達人。中間空一格的位置，這裡應該也有一條馬路的。這條馬路要挨着我們的足球場。道路已經畫的差不多了。填建築的話，我們從小學開始放置，兩個區域先各自放置一個。圖書館是可以多放置的。再打開普通小學的選項。OK， 就這樣吧，隨便種了一點樹啊，然後呢，把環境大概補充了一下。這是小學的一個入口，小學、中學他們現在會在一起。然後沒想到啊，這個學校剛建好了以後，現在有這麼多的學生。這位叫秦菲菲的兒童，他現在失業了啊，就是因為他沒有上學，所以他才失業的。我們再往前方去看一下，檢查一下。這個籃球場呢，現在也有了10幾個客流量。繼續向前走啊，你看某些建築其實它自帶了有一部分停車場，我們不用為它建造的太多。室內的中學生數量已經達到了2066，雕像也有了，小廣場也有了，教職工的停車場、住宿樓都已經有了。那麼基本上內部就是這樣一個情況。後面一道橋現在都堵了車啊，我們需要把這個路口先設置一下，感覺現在有點問題。左轉道的車輛他們右轉了是吧？我們用 TMPE 把兩個路口我們都可以讓它右轉。你看我們這樣把它設置了以後啊，後排的車流量明顯是更多了。一方面有這個市民的原因，他們在過馬路的時候有一些車輛他們就沒有辦法再通行了。從正中間的位置我們先把這個天橋給升起來，然後檢查一下高度沒有問題，左右兩邊我們再為它增加兩個可以登上來的路線，這樣讓一些市民就沒有必要去過馬路了嘛。我們檢查一下馬路這邊有沒有市民，沒有的話我們天橋就沒有必要延伸過來了。這是什麼情況啊？他們還在過馬路，那我們用這個 TMPE 把這裡的路口管制給做一下，不讓他們過馬路了。他們想過去必須得走天橋。你看我們設置了以後這個天橋馬上就來生意了哇，堵車真壯觀啊！終於體會到堵車的樂趣了。
這裡有一個穿着 GK 的小妹妹，我们可以跟蹤不跟蹤了啊！上一次跟蹤了一下，被大家吐槽了。然後檢查一下這個公交車站啊，公交車站現在人口乘客11，瞬間登上了50多個乘客。我們需要為他們繼續坐公共交通了。但是坐公共交通之前，我們有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，就是這些居民區，他們現在垃圾已經堆積成山。我們城市現在垃圾處理速度是跟不上來的，可以来到前方，我們看一下，把垃圾處理站放在哪兒。你看，不管它放在哪裡，它都有一部分的污染。不想讓市民生病的話，我們最好能夠把這個垃圾處理廠建在这個小島上。把遊戲先暫停一下，找到這個高速公路啊，把高速公路先這樣延伸，做一個小橋。OK， 沒有問題。然後平行路線，對面也來一條。正好這個高速啊，它去往我們城市任何一個方向都比較近一點。那麼現在我們就可以用一條4車道公路把它連接。前幾天我看大家建議啊，不讓我去動這個地形。這個地形我基本上不會大動，但是我們放建築的地方還是稍微需要動一點點。差不多了，再把這個道路給平整一下，看一下哪個節點比較合理。左邊通過這兒吧。OK， 這個時候再來放建築啊。然後為了解決他們的電量，我們可以先放一個垃圾的焚化爐。首先，這個垃圾焚化爐是可以派出27輛垃圾車的。然後呢，我們在它旁邊再放置幾個回收中心。垃圾處理速度，現在夠用了。OK， 這裡離高速口太近了啊，奶奶街。我們可以把這裡設置成一個裝飾性的建築，讓車輛在這個位置就不會太擁擠了。這個道路上的樹踩一下。我去！嚇我一跳。城市的垃圾車大隊現在正式開始出發。由於他們的路途比較遙遠，我們可以打開汽車的模組，把垃圾車的容量我們改到5萬，生物燃料5萬。讓他們出門一趟不容易，可以讓他們多運一點垃圾。然後為了快速解決這個城市垃圾的問題啊，我把道路的限速全部取消一下，讓垃圾車跑得再快一點。然後再把高速上的限速也取消，這樣我們兩個城區中間的天橋啊就不會有那麼多車輛了。這條道路我們讓它限速100就夠了。再往前去看一下，這條路呢，村莊旁邊的高速也取消一下限速。我們可以把遊戲稍微加速一點，過不了幾分鐘，我們這條路上就不會再堵車了。OK， 然後我們接着來發展人口啊，這個區域再增加1萬的人口，我們就需要為他們重新做一個公共交通了。來吧，我們打開自定義的建築，然後找到這個高密度的住宅區，但是顏色不一樣的房子，比如說我們可以按照順序把它放在這兒。本來還有點擔心這個地方會擁堵啊，你看我們這樣放置了以後就比較隨意了。現在人口增長的速度每秒鐘100多人，下方的車輛已經有堵車的痕跡了。我們再來看一下啊，基本上我們2個村莊中間的道路已經不堵車了啊，除了有一些行人在上面快樂的奔跑。你看，換成我們的高速開始堵車了。我去，太神奇了！這些車輛他們要去往我們的垃圾場繞一圈，然後再來到我們的新城區。其實他們可以再向前面走一點點，然後通過這個匝道呢，這個匝道也有車輛。把旁邊的限速也取消一下吧。不過鑑於所有的車輛他們只走一條車道呢，我們可以打開 TMPE 啊，這個地圖好像還沒有調整過。找到 TMPE 的模組，我們把它設置一下。啟用高級車輛 AI， 智能車道選擇拉到最高。政策：車輛可以在路口掉頭，可以在路口排隊，直行車輛在路口變更車道。然後這些車輛啊，他們現在就不會再走一條車道了。然後這裡着火了。現在村莊裡面只有2個消防站，離我們這裡比較遠，所以我們可以點開這個消防總局，來建設一個帶有直升機的消防站。靠近路口的位置呢，我們最好能夠放置一個不出車輛的建築。所以這個消防總局它是滿足我們的要求的，它只出直升機。為了增加這個消防局的視野呢，還可以在旁邊增加一個火情眺望塔。
比如說，我們可以把它放在環島的正中间。这个總站呢，旁邊正好有海水，他們取水也是比較方便一點，不用我們再為它去修建一個人工池了。OK， 來，我們檢查一下剛才燒着的那個房子啊，已經沒有了。你看旁邊的房子都是3級的，只有它是1級的，說明這個房子它經過了一個重新的裝修，很合理。